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第3个例会的细化课啊。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多巴胺男孩这个给它完成掉啊。那么首先上回这个颜色的话呢，它其实用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叫红黄蓝啊。然后它是在那个色环上面的话呢，都是呈那个120度的。颜色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配色啊。只是色相上面做了一个改变而已，其实本身是红黄蓝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互相对比就会有一点点那个强烈啊。然后这个颜色的话呢，一定要跟那个背景啊要搭配起来，整体的话会看起来更和谐一些啊。那么我先把这个背景放出来啊，背景的话呢是用了一个粉色调的背景，后面所取的这个部分的元素的颜色的话呢，都是跟这个红色和蓝色有关系啊。然后在画完之后点缀一些带有黄色的小背景啊，那么整体上面来讲呢，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的和谐。好，我们在有背景的基础上啊，对它开始进行细化。首先还是一样，我们从皮肤开始啊，皮肤涂层啊，整个皮肤涂层。先把头发涂层擦除一下，这边好像有点盖到皮肤涂层。啊，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图层啊，同样也是创建剪切蒙版。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一样我们也是给它加一点腮红。这个时候腮红的话呢，我们就是往这个偏冷的粉调上面去取啊，跟我们的这个背景啊稍微的靠一下，就不要往一个太暖的橘调上面去取了，会不太和谐啊。同样我们也是把它稍微的过度和谐啊，过度的自然一点，跟周围的这个颜色感觉到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地方有点不干净啊，我先把它擦除一下。依然是在肘关节啊，然后肩部这些地方，我们稍微的给它晕染一点点这样的粉色。好，差不多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眼睛了啊，画下眼睛。这个眼睛的底色呢是一个蓝色。然后的话，我们今天呢稍微的给它有一点点的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瞳孔部分啊，可以给它加上一点粉色，目的都是让这些小色块之间有一点呼应啊。因为它本身颜色多，颜色多的话，它特别在意呼应这件事情。再用一个深一点的蓝色啊，同样在这个位置，瞳孔的上方这个位置，我们画出一点点类似于这种眼睑阴影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接下来我们加入一点点重色，比较重的颜色啊，然后到这个
眼睛的这个粉色部分的时候呢，哎，这里这个重色我们可以调整一下颜色啊，搞一点偏蓝的这样的重色进去。现在这个是非常小的啊，缩小了看起来只有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你用的，比如说纯度特别高什么，其实都不要紧，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也是用一个点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线不要做的特别实。接下来我们把下半部分还是一样，我们融入一点肤色进去。好，我们来到线稿图层啊，我们先把这个边上这个边框的瞳孔颜色线条先给它变化一下。啊，在线稿图层上面咱们新建一个图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出一个高光。详细讲一下过渡的手法。嗯，我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手法。其实你看一下，我放大给你看啊，这块过渡其实它也很明显这个边界，对不对？因为我用的是一个硬边缘嘛，它本身就是比较明显的。它看起来会有一个过渡效果，是因为在这个颜色和这个底色之间就选择了一个偏中间的颜色啊，它其实只是一个色块的一个衔接而已，本身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边界，一个边界。你不用追求说非常非常的浑然一体，你只要在我们观赏的这个范围内，它看起来是 OK 的就可以了。自己画会画脏，你用的是一个什么笔刷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要用一个柔边去画，然后也不要用一个涂抹去画。有透明度，我也是有透明度的，我是有压感的，它那个会自动的去衔接那个透明度。哎，对，不要用柔边，用柔边就是显得很脏的。柔边只能用在非常小的范围里面，大面积的过渡的时候，大家都先用硬边去过渡，过渡了以后，就是说偶尔啊这个小小的地方，我想让它这个过渡的时候，好像说转折上面更加的柔和，偏向于一个曲面，而不是一个转折面，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一点点地方用一个柔边，哎，稍微的碰一下就可以了。一般我都是用在头发或者是那个衣褶上面。会局部的用点点柔边，是在硬边的基础上改柔边的啊，不是直接用柔边去做的，所以大面积用柔边是肯定会显脏的啊。柔边就是新手杀手呢，这个东西。用个高光啊，同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丰富一下高光的这个形状。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再在边上用重色修饰一下。好，稍微的用更深一点的粉色加重一下这边的一个存在感。下面的这个高光也点压一下啊。
好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眼眶这边的这个颜色，先给它大致的改变一下先。男生的眼睑位置其实可以稍微留的深一点啊，这我们之前讲过。用叠压的方法去把周围的这个外轮廓啊稍微的强调一下，让它显得更加的清晰。对，再加一圈非常小的粉色在边上，同样也只是增加一点丰富度而已。OK，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来画这个眼睑了。眼睛的这个涂层的上面啊，搞一个眼睑涂层，用一个比肤色深一些的一个颜色。在底下啊，先给它进行填充，因为我们前面用的是一个排线，对吧？啊，眼头、眼尾的地方咱们注意一下过渡，然后呢，再往上面重新的叠加一些颜色，叠加一些纯度高的颜色。眼睑部分，下眼睑部分，也是用一个偏偏深一点的、偏粉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轻轻的去扫，把线稿这边啊，再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调整一下。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小男孩眼影稍微给他带一点，因为这个是多巴胺的小男孩，这可以花哨一点，嘴巴打结可以花哨一点，用了一个黄色的，跟我们的这个衣服比较配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黄色的眼影的话呢，就显得这个人一下子脸上这个色彩就活泼起来了啊。然后我们在眼尾的话，上回不是留了一个粉色的眼影吗？我们在眼尾地方给它扫出去，不用特别的明显，有一点就可以了。
两边做一下对称啊。磕磕巴巴，是不是开小了？画布开小了吧？就是我开到现在450%，哎，有这样的一个清晰度，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啊，自己开到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清晰度？有很多时候都是那个大小的原因，这不是那个自己画的一个原因。哎，我也是，但是我对那个 iPad 有点不自信嘛，我感觉 iPad 有时候它就莫名的就看起来特别小，不知道咋回事。我们把这个现在在这个线稿图层上面啊，新建一个图层，新建一个图层，然后用排线的方式，仍然是把这个眼睑啊，给它做的更自然一些啊。颜色其实可以稍重一点，没有关系啊。到这个眼睛跟这个眼珠相接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加深。加入点红色，在排线的过程当中加入点红色，它反正是有一个眼影在，对不对？OK，然后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饱和度稍高一点的蓝色，扫一点在上面，就跟我们前面的做法一样。稍微搞一点亮亮在上面。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双眼皮呀、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跟边上的这个色块啊，更加的融合一下，在上面再覆盖一层，把它从一个线条呢变成一个体积。好，用一个重色啊，压一下，压一下这个眼睑。再加一点眼睑上面加一点淡亮就好了啊。眼睛部分咱们就完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OK，好的。然后它本身这个男孩固有色的地方，它其实都处理的不是很难。今天这个图它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地方就在于那几个配件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护目镜啊，然后这个手臂上搞了一个类似手表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手套以及这个鞋子啊，其实本身这个固有色上面这个细化部分是比较少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头发，好，头发先把这个小软给它关掉先啊，包括这个粉色我也先关掉先啊，这样我就看不到这些干扰我的东西啊。这个头发的话呢，整体这个颜色可以再往下调一点点啊，没有太多区别。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高光啊，这个高光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偏冷的高光，因为它一个底是
粉色的底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偏冷的、偏蓝的这样的一个高光的话呢，它的对比就会稍微的强一些。也是一样哦，来到我们的这个高光环节了，在我们的头发曲面啊最明显的地方，用一个点压的方式也可以，下笔注意有轻有重，随意一点。好，帮我们压一下啊，这个朝一个稍微颜色重一点的啊，然后感觉可以跟后面这个粉色也可以稍微的融合一下，偏红一点点。在高光附近，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按压啊，同时的话呢，看一下整体啊，不要让它太夸张。在中心的这个视觉中心的这块地方呢，稍微的再叠加一点点，压重一点点。好，然后我们的线稿图层这里，我们把它先调整一下这个头发部分线稿的颜色，跟这个背景相接的部分可以往粉色这边走一走啊，肤色也可以跟着调整一下，眉毛可以留的稍微的明显一点。整体的都给它刷一刷。取的颜色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底色或者在底色附近取。如果是跟背景交接的呢，就跟背景靠一靠。
好的，然后头发的话呢，这边我们还可以给它搞一点粉粉在它的耳朵上面。啊，这边用的都是硬边缘啊，都是硬边缘。然后呢，在过渡的时候，一定记住不要这样放的特别大，然后这样用一个很小的笔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抠啊，就尽量不要大面积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一般都是在局部做啊。这个柔和的时候呢，主要靠的是你这个下笔的一个力度啊。有点粉粉就可以了啊。那头发就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服啊，衣服在哪？衣服这衣服呢，用的是一个比较奶黄的颜色。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底下还有一点一点字儿啊，但是呢，被这个小鹅给挡住了。嗯，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小的衣服，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图案给它搞规整就可以了。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搞一个小飞机，现在可能也因为图案的一个缺失，也看不太出来是一个小飞机。然后呢，这个小小的衣服上面啊，它现在整个的衣服的话呢，都是黄色和蓝色为主，但是在配饰上面的话，基本上是以玫红色为主。其实这两个之间的话，如果要更和谐一点，应该是要添加一点点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点小色块，也让它们产生一点互动。
然后在底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蝴蝶结，同样也是添加一些小的色块，再加上它本身这个服装的风格，所以男孩子就算用点蝴蝶结也没有关系。这个用不着，我把这个弄掉。用更重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蝴蝶结它的一个结构以及它的一个小小的褶皱给它勾勒出来。同样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到裤子，裤子的话呢，也是把这个方格给它弄规整啊。然后在弄规整之前的话呢，我们这个裤子上回不是用了一个天蓝色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蓝色的话呢，相较起来啊，跟这个粉色的冲对比会比较的明显。我们经常用这样的一组对比色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让他们两个在呃对比的同时稍微的和谐一些，我们可以再加入一些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粉色的色块。它没有什么意义啊，它的作用就是把背景的这个颜色给它透进来。就这样，甚至都不用说过渡的特别自然干嘛的啊，那就随意的扫一点就可以了。如果大家经常感觉到需要跟背景更加的融合的话，就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盖一下这个方块，来修修整洁啊，修修整齐。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蓝色，我们去规整一下这个图案。
那么我们这个人物的话，基本上现在固有色这个衣服这块啊，基本上就已经是 OK 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刻画的一个比较有点点难处的一个地方了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配饰。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护目镜啊。护目镜的话，我们首先得看一下它的结构。我找的是这样的一个参考啊，但是我弄的时候会全部弄成一个玫红色，就是不要这个金属感，我想要一点塑料感啊。整体的话呢，就是两边啊这样子的两个眼睛的这样的一个眼片啊，然后底下的话呢还会有一圈的比它大一些的这个金属片啊，然后金属片上面会有一些镂空，它其实就增加一些结构感啊。然后在最底下的话呢，还会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材质？反正就是那种软软的材质啊，那你贴在这个眼睛上的话不会难受，对不对？然后两者之间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结构啊，这边两个给它框起来，哎，这个东西很多同学没有画过啊，没有画过，而且它是比较讲究一个结构的啊。硅胶吗？是硅胶吗？那反正外面可能是有点像皮一样的东西吧，然后里面反正是软软的一个东西填充在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硅胶。OK，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把这个东西给它剪切掉。柚子听了以后，嘎什么意思？那上回我画的这样的一个呃结构的话呢，它就会有点问题了，它更像一个泳镜啊。然后其实它本身应该是戴在头上，应该会像这个样子一样。它就是其实看到的部分还挺多的，不会说是一个很窄的像泳镜一样小小的，因为它本身结构很大啊。它其实看到的还有很多的一个正面什么东西啊？出一个高清教程哦，图片是吧？哦，好好好。这个，首先我们给它画一个大概的轮廓啊，给它画起来。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不要慌啊，我们从整体到部分慢慢给它拆解掉。就像一个大眼罩一样，对吧？挂在我们的这个脑袋上，啊，它就是很像一个眼罩啊。画完以后，我们还要在头发上面稍微衔接一下，把它衔接上去，对，带了两个带子啊，但是我们不会把整个带子全部都画出来，我就会让它隐没到这个头发里面去，对吧？看一下它的位置，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大概位置啊，大概就行了。好，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减淡一下透明度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用一个线条，先去把它的结构画出来，因为它这个结构会稍稍有点复杂，直接用色块，我怕大家就是说会有点难度啊。先画一个这样子的大致的一个形状啊，不需要管它。那它这个镜片其实是有凸起的，但是我们现在不用管这个镜片凸起，我们就现在大致先把这个镜片画出来就可以了。啊，它的形状是特点是下半部分，对吧？
有一个比较强的弧度，还是看这个吧，看这个更明显一点。好，然后它本身，我们现在先管这个小小的地方，这个小小的这根结构线，它有一个凸起，对不对？一点点啊，一点点去拆分它。对于它的整个的一个粗细啊，要符合我们视觉上面的一个透视。啊，这样的两个结构就搞定了啊。然后呢，它下面还会有一个金属片，对吧？整个这样子绕它一整圈啊。然后这两个东西之间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有一个一定的厚度的，对不对？会有一定的厚度啊。还有一张，我记得我是不是还找了一张？哦，没有，就这张，有一定的厚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根据透视啊，上面这部分其实是有一圈的，但上面这部分我们就看不太见了嘛，对不对？因为这个透视的关系。是啊，这样子是吧？哦，然后绕到上面以后，它会有一圈高出来的金属，应该是到这里，对不对？那么是这样连成一片的啊。然后上面还有会有这种小小的孔，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在上面打孔很方便，这边也是一样啊。这是金属片，绕过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地方它应该是能看到一点体积的，有一点体积，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吧？像这个金属片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体积了啊，这个就不要紧了。然后我们这边要有一个结构，对吧？先找一个
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画个空就可以了啊。然后把小的长方形一连，对吧？这边再搞一个小结构，看起来就有那么点样子了啊。最后我们在最外面啊，最外面，像这边的话能看到的应该就已经不多了啊。那我们从这边绕过来，最外面的这一层，类似于是海绵，对吧？海绵的东西，就是这样。好，然后这个镜片本身呢，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线，这里能看清楚了，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线，对不对？我们也给它加一点。边上的这个线啊，都随着这样的一个结构稍微做一点变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搭扣，这边的话呢，它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带子，对吧？下面不画下去了啊，就画到这里。然后，搭一个三角形的扣子，应该是。有个长方形放这里就好。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结构啊。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这个头型嘛，对吧？稍微的调整一下啊，用一下你们的这个变换工具啊，看着怎么样更贴合一点呢？就怎么样稍微的去调一下，如果都合适的话，这个时候这个步骤就可以略过了啊，不调也可以。
包括它的大小啊，包括它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线条，我们现在把色块的形状调整一下，更贴合一点。整个图层我们都可以拿到线稿图层的上面，可以拿到整个图层的最上面，让它覆盖就可以了，是吧 ？OK，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去细化一些这个东西。首先，我们把这个圆圈圈用个套索工具也可以，我们把它给它旋起来。它是一个镜片嘛，是吧？对这块照道理来讲应该是半透明，你剪切一下啊，那直接给它一个半透明的处理就好了啊，就这么 easy，放在底下，有点护目镜的感觉了啊。然后我们用一个绿色或者正常模式去做出这个东西的一个受光面啊，那么我们就还是一样顶光嘛，是不是？完了以后的话，像这种有一个很明显的左右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稍微设置一下，我们就是从左上来的一个光源啊，用一个绿色啊，因为这个绿色它的覆盖力挺强的，就是你用柔光这些发光图层也都可以啊，也都可以。那这个绿色图层的下面啊，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做出里面的这个结构。那里面不是还有个体积的吗？对不对？整体是这样一个体积啊。OK，把这个线条图层那搞成正片叠底，同样也是用这个红色去做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其实等于就是个半厚涂的啊，等下直接就去覆盖就好了。OK，然后我们再搞一个发光图层，搞绿色也行啊，叠加也行，柔光也行，都可以啊。然后在这边我们先去做出一点那个，用一个比较冷的这样的高光啊，我们先做出一点那个受光的感觉。对，这边会受光一点，整体会稍微的亮一点。好的啊，颜色其实没什么关系，我们之后还会去调整。
现在只是把它受光的位置表现出来。好，然后我们用一个正片叠顶，把这边的这个结构给它做一下，用个深一点的颜色啊。这边是有一点点那个那个洞洞。这边是一个体积，对吧？一个厚度，我们也用正片叠顶做出来。颜色可以调整一下啊，不要那么纯度那么的高，稍微降一点点出来。这边也是，这边也是有体积的，对不对？人人对，就是这个体积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这里这个边边也给它一点，也要给它一点点。二次元不会没有体积的，二次元的奥义是扁平化的五官加上体积化的塑造，不觉得吗？他只是故意把脸符号化了而已。其实有一些二次元的塑造它都没有比那个素描差的，很厉害的。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嘛，就是那个明日酱的水手服，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他那个脸是绝对的二次元，但是他的那个衣服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体积刻画，它是绝对的，对吧？嗯，它这个结合，它其实没有很平。OK，是这样，是这样，是的呀，明日酱
怎么有人在玩手机啊？这是什么情况？下面这一层可以稍微的深一点，颜色上做一个区分。然后到这里为止啊，就是我们的眼罩。嗯，复制了以后怎么是这样？让我看看。哦，是绿色涂层。嗯，那等一下，这绿色要不就改成正常也可以。哦，正常，怪不得它这么，那应该亮就可以，更亮一点点就可以。混合一下来。这样就可以。啊，我把整体的颜色调整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一下整体的颜色，让它颜色显得更浅一点，整体更接近一个玫红的感觉啊。刚才在做的过程当中呢，颜色可能会有一点点太重了，对不对？先调整啊，先调整。可以啊，可以啊，整体效果已经有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跟那个线稿涂层啊放在一起啊，在上面覆盖一层，然后把它整体全部都描一遍嘛，等于就是，对不对？然后该有些可以刻画的地方，我们再稍微的加强刻画一下就可以了啊。由本来啊，从内而外啊，怎么样？这个过程看下来，感觉是不是没有什么难度？以后看到这些稍微有一点点复杂的结构，也不用惊慌啊，就按照这样的步骤来就可以，慢慢来就好了。啊，有问题就问啊，有问题就问。这个阶段它就是磨的一个阶段，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术含量。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细化的时候也要时刻注意你这个物体它的光来自于哪里啊，一定要统一，这个光源千万不要乱啊，不要一会儿来自左边，一会儿来自右边，肯定是不好看的。这样一点点磨就好了啊，也就这个护目镜最难了，其实别的都还好。
啊，还是比较有体力感的，对不对？根据它的光感啊，一点点来。它这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它是原来金属片的地方，它的反光会强一点。如果是下面这个有点小海绵的部分，它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强的反光，对吧？这个你做平一点没有关系啊。材质上可以区分一下。如华同学，感觉 OK 吧？嗯，怎么讲讲又没声了？看看，来了24个人。这个皮可以深一点啊，这皮可以深一点。整体还是想让它比较的糖果色。嗯，记得做这边的时候，这个线稿啊，要覆盖的七七八八，因为我们之前那个线稿是一个很乱的线稿，它其实是一个草稿，对吧？直接就上色去融合的啊，因为它很小，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没关系。可以吧？这个颜色，口红色的话，你就是得搭好。这个颜色如果做口红的话呢，白皮是绝对好看，黄皮可能会是一个灾难。这个颜色其实还蛮那个的，蛮芭比的。嗯，对，粉底擦厚一点，像我们这样的黄皮人就粉底擦厚一点。最主要的是分析，就是我们拿到一个东西，这个结构，耐下性子去分析。其实很多同学画其实都是画得出来的，我感觉。但是自己独立作画的时候，如果有困难，一定是因为就是懒得分析，不愿意去分析，看到这个东西结构觉得糟糟的，
克啊，我们自己要注意透视，注意体积。这个护目镜吧，它就是体积堆出来的，它少一层体积都不好看。好啊，那我们的护目镜就 OK 了啊。最后我们到手跟这个头发稍微的穿插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哦。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往下走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口水兜的环节了。口水兜的环节，青春气息吗？可以的。口水兜的环节，同样呢，我们的一个宗旨还是说去增加一点点的小互动啊，我们就给它搞一点小小的设计。随便搞点看不太懂的英文，加一点小色块。复制一下，就是排列一下就好。那等一下整清楚，也是增加了一些点啊，然后就来到了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环节？我们的这个表的环节啊。这个表呢，我们稍微有一点体积感即可，稍微有点体积感即可啊。先去线稿图层把这个线稿给用白色抹一下先，我不太需要这个线稿。接下来我们准不准？我们靠色块来了。在上面吧，稍微的先用重一点的颜色圈一下它的一个结构。没有做的像这样子的，就是科技感了，走那种可爱一点的、古朴一点的风格。它的透视差不多是那刚才就是我们照片这个样子。顺便讲一下，大家其实做设计的时候呢，同样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个参考。不仅仅是那个图片的数量多，而是它的功能不一样啊。比如说画这个手表，你可以找一个结构参考，对吧？比如说你完全参照左边这个结构，那么它就是一个结构参考啊。然后那个比如说透视参考啊，它就这个角度的，那么你找一个类似的东西放在边上，对吧？然后配色参考。啊，这些都可以啊。同样一个东西，你可以根据功能的不同，分成几个不一样的参考放在边上。在小表上面的话呢，也是可以多一些的色彩的互动。兔子参考，那要看啊。有时候你遇到困难了，你就去找一下，差不多你能想出来就可以自己画一下。然后其实大家练习的过程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就是你画着画着的话呢，你的这个角度的话，自然会更加的熟练一点，是这样子。我经常用到透视参考，特别是那个人体如果稍微难一点的时候，嗯，这个有非常方便的软件嘛，对不对？我也会去用一下。OK，差不多。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面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做做精细就可以了，搞点重色压下啊，这光泽感就会强一点。
嗯，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画这个手套，手套，手套，我看一下啊，来是粉色的手套哦，你可以画一个类似的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手套，猛男喜欢粉色手套，这是真的吗？一样啊，也是用一个正片叠底的啊。我们搞一下它的一个结构嘛，对不对？首先它在这个指关节的地方啊，我找了挺多手套，这个是其中一套，我就感觉颜色最符合。它在这个关节部分，那么一般会做一个这样的小凸起啊，就是因为它有厚度嘛，然后这样的话，感觉就是会更加的舒适一些。找的是一些机车手套的一个参考啊，然后它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结构线，你看这些地方就有很多结构线在手指这些地方啊，那我们给它也可以来一点，改成蕾丝的嘛，可以。那你那个蕾丝啊，可以用那个 Procreate 的那个对称功能去扭一个蕾丝出来，特别好扭。我打算之后自己做一套蕾丝笔刷用用，因为我之前用的是一个网上的，感觉就是这样做好了用，特别的方便。嗯，可以用那个做一下，那个做蕾丝笔刷应该是挺好做的，很容易做到对称嘛。那就给它卡一个小结构好了。嗯。然后的话呢，它还可以是一个拼色的设计啊，结构已经好了，拼色的设计，然后我们一样嘛，如果是拼色的话，肯定要跟这个服装上其他的颜色产生一点联系嘛，啊，整体的考虑，我加上一点黄色，这个你们加不加都行，你就纯的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好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细化了啊。这个时候细化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再增加一点褶皱，添加在结构线上添加更多深浅不一的色块，同样也是增强一个说服力啊。
根据这个手部的一些结构，增添一些挤压纹褶皱。手部在这边不是往下，有没有感觉有一个往下的趋势嘛，对吧？手掌这边往下的趋势啊，所以这边会受到一个挤压嘛，能理解吗？这边会受到一个挤压嘛，对吧？它的力是往下的嘛，那挤压的话，这边就会有一点点的挤压纹啊。用更中点的棕色啊，稍微的添加一点，也就卡一下这个结构，这样褶皱就产生了嘛，对。同样是根据光源方向啊，这边稍微的添加一些边缘，添加一些阴影，那么这个东西它就凸起来了，对吧？这就有手套啊。最后我们来到这个鞋子，我们的 shoes 啊，鞋子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找参考了。那我找的呢是这样的一双鞋，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鞋，我感觉挺好看的。这鞋很可爱哦，我觉得日常啊，日常就是那种头也不洗，脸也不洗，蓬头垢面，然后要出门见人的时候就穿的那种比较可爱的衣服。对，说到这个，其实我很佩服那些在赶稿期间还可以拍 vlog，然后维持精美容颜的那个同行们，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都真的想不通。我平时其实多半这种花里胡哨的衣服我非常的喜欢，就人群当中，要么是最黑的，要么就最花的那个就是我。OK，然后我这个鞋底啊，这个鞋底搞定了，然后我们往上推啊，
去找结构啊，先搞定这只在鞋头部分鞋头部分，那我们搞个灯儿，对吧？它没有灯儿，我们搞个灯儿，往里走一点啊。还有同样的话，我还是希望有一个颜色的呼应，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在后面的这个鞋子部分顺着它的这个形式然后我给它加入一点黄色的色块。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想要整体的和谐，其实都是出于一个色块的考虑。用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我们给它外轮廓明确一下。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个像它一样我们打一个结构上去。这个叫什么？有点像一个 H 型，下面宽然后中间的时候呢窄一点，这样一个结构。然后这边我们要跟前面呼应起来留一个舌头出来，这边再给它搞一个色块。这边基本上就参考这个鞋子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构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同样我们还是用一个稍重的线来勾勒起来。这边的话呢，我们是绑一个鞋带的，鞋底鞋后跟稍微搞一点点。这边的话我们给它搞一点孔，然后我们用一个深一点的红色搞一个描边，做一下鞋带。然后这边搞个一
然后我们把右边这个九也给画上，啊，左边这个九。如果说在画的时候结构上面摸不准啊，结构上摸不准的话，大家找一下自己的鞋子，把一个边看一下，也可以先临摹自己那种比较好看的鞋子，不同的角度，有点味道，鞋子有点味道。嗯，线稿擦一下啊，修饰的时候可以再给它，把外轮廓给做一下。注意这些凸起的地方啊，同样也是一个结构。好，然后还可以在上面再加一点小的色块。
这一点什么去？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整体的这个正片结底和一些正片结底和一个描边，我们给它做掉，就差不多了。又进入到了我们的最后的这个环节了。你再加一点点小装饰。有问题可以问啊，同学们。到了我们的最后环节，这部分其实就是比较的机械啊。稳重整体，然后我们在线稿图层的下面，最上面也行吧。哎，稍等一下，我发现我的裤子怎么不干净？我的裤子，裤子应该要选区一下啊。这样就好。然后我们又回到这上面啊，讲一下这个啊。我们给它搞一个正片叠底啊，这个正片叠底其实就不是很多了，一点点，点到为止就好了。
还是要根据它的一个光源来啊，一点点就好了。根据这个结构看一下闭塞。哎，然后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它的颜色，调整一下啊。对，整张最麻烦的就是护目镜啊，它刻画的是最多的，其他的其实还好呢。没有画金属的小饰品很不习惯，那你加一点嘛，可以自己添加。
哎，可以啊，可以戴个耳环什么的。那我就明天早上，可能8点多我就下载作业喽。大家如果还有交的人，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把它交掉。哦，这么早起床，那我也是估一下，也可能我明天没有起那么早，这是我对自己的美好期待。对啊，我晚上睡得早。哎，这个狗嘛，对呢，它是不太允许我睡超过9点，超过9点它就会一直叫。就鼻子这里给个高光哦，左上这边来了刚。是啊，因为我把它赶出去了。把里面的这些阴影啊、线条啊，全部都归纳到怎么说柔和一些。
这个布料颜色有点不一样，就要跟着这个布料的颜色来。哦，哦，不对，啊，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整体的给它进行描一个线就行了。啊，又到了枯燥却很有效果的描线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啊。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唠嗑的季节。哎，对，我这鼻子就是只做了高光的面，只做了这个面，其他的都不做了。会有色颜色多的话，怎么看起来和谐好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是整体的纯度的话，就推荐你不要太高，中低这样子。嗯，然后颜色的这个色块上面的话呢，尽量要有呼应，不要特别孤立，特别孤立一般都不是特别好看。就是我们刚才在画的时候一直在讲说，啊，呼应一下，呼应一下，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的话，颜色的话，大致的颜色就是比较大块的颜色啊，不是说你所有的颜色，比较大块的颜色，全上下不要超过3种。然后练习的时候可以从易到难，就从一种、2种主色开始嘛，然后堆到3种，然后再往小的色块上面可以叠加更多的
更多的颜色，更多的色相，这样慢慢去锻炼啊。平时自己在收集素材的时候，也可以有意识的区分一下，它是用了几种的颜色，它属于哪种类型的配色方案，对不对？那你从中也可以学一点。我有写。配色的话，大家平时也可以喜欢的那种颜色的照片啊，经常看到那种图片素材，你可以给它保存的时候，然后你要试着去分析它的一个配色模式是什么，它是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去配，配起来有你喜欢的效果，那么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取向啊。然后他用的是这一组，那么你也试着用一下这一组，积累经验。然后等你感觉，哎，这组我已经有点感觉了，那么你用同一个原理，然后试着去配一下其他的组，这样子去试，对大家去积累一个配色的经验吧，是非常的有好处的。是上背景的时候颜色都不怎么和谐，会变得很奇怪，没有白底的好看。嗯，那就是说明你这个背景的颜色跟主体之间的颜色，它就产生了没有什么呼应嘛，就彼此孤立了嘛，那就不太好看了，是这个样子吗？像这张颜色，其实在做整体效果的时候，很依赖这个背景色。嗯，对，不同的图有不一样的情况。然后像我自己本身，如果接到的那个稿件要求是需要排版的，其实我一开始在做这个主体颜色的时候，跟排版颜色就会一起做，不会说全部画好了以后，然后给它硬凑一个背景色，不会这个样子。不是先定好背景色再开始配色，是配色跟背景色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有排版要求的话，嗯，因为为什么呢？你在做白底的时候，你的参考色是白底，对不对？是白色嘛？你所有的颜色跟白色都是好搭配的，能理解吗？所以你不会觉得不好看，你会觉得整体很 OK。然后完了，你框一下，你给它来一个蓝色的底色或者一个粉色的底色啊。那如果是粉色的底色，其实我所有的色彩倾向应该偏向于这个粉色，你能懂吗？这样整体才和谐。
如果是蓝色的底色，我整体的色彩倾向其实会偏向一点蓝色，包括我阴影上色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点点蓝色在里面，这样才会和谐。但是呢，这个色彩关系一开始都没有，然后框一下全画好了以后，你框一下给它变一个颜色上来，然后你的那个底色的这种关系啊，你的阴影的这种关系啊，你跟底色完全没有呼应，完全没有联系，然后你一下子放在一起，你当然会觉得不是很和谐了，肯定是会觉得有点奇怪的。嗯，再跟大家讲，比如说我是一个粉色的底，我的那个肤色跟那个蓝色的底的肤色是不一样的，就会有一点微妙的差别，色彩倾向上面的差别。嗯，对呀，肤色会更冷一些。如果是红色的底的话，包括腮红，包括肤色都会偏暖一点。这个样子。所以你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嘛，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例会，然后你这个时候打算给它打光或者放到一个环境里面是很难放的，是放不进去的，是没有办法放的，对不对？因为一个完整的白底的例会，它所有的色彩关系它是跟白色呼应的，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和谐的系统。你这个时候再加入一个其他主导色的一个背景色，或者一个光源，或者一个阴影，一个环境色，你就很难让它和谐起来。因为我们那时候系统课的时候，不是说跟大家说打光的时候，一定不能拿那个已经完全画好的那个细化完的立绘去做，只能拿那个铺了底色的立绘去做，这是一个道理。然后这个白头发呢，其实如果是有光源有阴影的那个场景的话，那白头发特别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发色，它可以很明确的就是去表现那个环境色跟那个光源色，本身太浅了，可以把这个光源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然后呢又很容易反光，去染上周围的颜色。
把这皮肤画完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哎呀，这个画完呢，我们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就是画民国。团练真快哦，团练4个例会完整的画下来，感觉也挺快的。哎呦，今天还有个人问我什么时候开插画课，我感觉我应该开不了插画课了，这个东西也太难教了吧？如何才能，如何才可以教？啊，进阶就是插画了吗？或者开那种专题的什么设计课，就一直画设计，这也太这也太难了吧？这也太难改了吧？插画团练、插画系统我都搞不出来，还插画团练？你在想什么哦？啊，QQ 人可以的，QQ 人可以的，QQ 人场景我应该还会再开一次，我也觉得很治愈。对。这个人的那个其实等于是一个小插图，它其实跟它是那种呃正比的插图的一个过渡吧，我感觉就是你能体会到那个整体的一个乐趣，然后
然后又不会卡在那种特别难的那种体积的塑造上面，结构的塑造上面，能体会到的就是非常纯粹的快乐。吸环境色的快乐，是的。它还少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很难的打光，它打光是比较平面化一点。对啊，QQ 人都不打光了，因为打光就是去描那个光感嘛，光感它就有一定的写实性嘛。然后你跟 QQ 人这种很大的一个概括的那种画风，它就是嗯相冲突的嘛。但是我知道有很多老师开那个插画课、场景打光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些老师。我感觉他们太牛了，这个课可怎么改作业？我是照片啊，照片多一点，然后参考照片。为什么不建模？是因为我不会建模，如果我会的话，我可以建模。照片的话，跟我的那个图也有，就是跟我们现在的那种参考图一样，它不是说非常相似的，它就是也是给我提供一个风格参考和一个结构参考，相似性不会特别高。这样，我看那些老师，开的课都感觉挺好的，我都在想他们怎么上，我都想去听。我感觉建模还是要学一点的，建模就别的不说啊，搞那个透视参考就非常方便了，对不对？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老师，他是建模了以后，他把他手绘画处理的非常非常好，那个老师啊，当然他肯定是 top 级的。我觉得纯建模如果直接塞在那个画面里面的话，我个人是感觉准确性提高了很多，但是可看性就降低了很多，没有什么太大意思。那就是个很准的建模，我个人感觉，或者说什么，我个人喜好。有一个老师他是把那个建模用各种方式增添那个手绘纹理吧，然后就搞得特别特别好。CSP 直接能用啊，真的。已经如此高科技了，那我一定要去试一下。就是我是一直想学那个建模的，我还想报那个建模的班。OK，差不多了，可以了。
可以再添加一些小小的装饰。这个可以搞一点羽毛球吧，羽毛球放好。一个帅哥的脸，然后搞这种小女孩的装饰。啊，学了建模还有一点好，它可以提供这个打光参考。那个很棒啊，感觉。不过建模本身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啊，花时间和你的这个创造力其实也是一样，它只是把这个阶段的时间挪到了那个时间而已。如果你是做一个连续性的工作，比如说需要一个多角度的展示，那建模肯定是非常好。然后可以搞一点那个贴纸。嗯，搞一点贴纸在身上，同学们随便搞一点你喜欢的贴纸就可以，主要是让它也是色彩的互动，多一点互动。一点这种 emoji。然后在下面贴一点这种白色的底。然后点贴纸贴。好了，这差不多了啊，我们这个人物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后面也可以搞一点贴纸，后面也可以搞一点大的 emoji 的一个贴纸。
啊，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像这样子搞点小装饰就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呀？没了。好，对方每次都非常干脆，没了。对呀，明天我们3点钟开始改作业，狠狠改。我也没有狠狠改啦，我团练改的还好啦，也不会把你从头到尾重新画一遍。团练属于轻轻改，哪来的狠狠改？就这样子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就结束喽。好，那我们就下课喽。好，明天我轻轻的改你们，可能也有一些人会给我重重的改。好，那明天见喽，拜拜。